你这是过去的那种木门，虽然蛮有特色的。这里还写上了豆花饭。豆花饭，哇哦，里面全是树叶了。全部都已经大门紧闭了。哇，好有特色的一个小镇呐！晚上来应该很恐怖。应该比较阴森啊。哇哦，你看这里面，惨不忍睹啊！哇，还有人呢！哦豁，我吓我一跳，我说那个里面还有人哦。你们还住在里面？哦，我说里面那个突然，我怎么突然里面有个人？哦，吓我一跳啊！那些地方是已经都废弃了，你们？哎，那个黄喜之他那个别墅，你晓不晓得在哪里哦？黄喜之找不到，就是那个房子，找不到。不晓得啊？哎，那不是在那儿有，那就可能是那边修。是那边啊？那边有个医院喽，医院是那边的。我们就过来看那些老房子。那是老房子，好大，看着看嘛。哦，我吓到我了！刚才我那个黑黢麻空的地方，啷个里面有个人呢？我也是，然后我说那个半皮在下走。哦，你在里面乘凉是不是？啊？你在那个里面乘凉哈？哎。哦。哎对。哦。我说那儿那边太阳，那儿走好，我也是走。好危险哦！那个里面，你在里面。哎，他那走一个，我说我去那看。我参观一下行不行？啊？我参观一下。你去噻。啊，好嘛。你也去看嘛？我没得家，还是把去我说你看。哎呀，天天天！你那个娘太好看了，我都没娘，我看啥子啊？娘都看不到。哎呦，你别下去。来，进来看一下。你看我走过来啊，老年人他竟然就在这个里面，这里面这么多的蜘蛛啊，吓我一跳，哈，很破烂呢啊。好，那我们过去看一下好不好？哎，好，要得。你这建筑，周围因为长时间啊，这些人他们都已经迁离开了，所以你看这些建筑，全部都已经是破烂不堪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生。那些外面啊，蛮堵车的。那一说起好莱坞啊，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个明星璀璨、梦想交织的造梦的工厂吧。那在那个地方呢，不仅是全球电影的工业的心脏，更是无数经典啊，或说是传奇所诞生的地方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去探寻的是一个从地图上消失的老宅，很多人曾经呢也把它称作为黄老板的旧宅。
也许很多人啊，并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，甚至连很多当地的人啊都没有听说过。如果追溯到这个民国时期的时候啊，这里呢可以算是中国的好莱坞了。而且啊，当时这里车水马龙，很多上流人士呢也都汇聚在这一个地方。但是为何如今啊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呢？甚至我都不知道今天能否可以把它找到。那我们的故事啊就要从这里开始。你看这些老街小巷是不是还蛮有特色的？在墙壁上面还写上了小卖铺、批发雪糕，这感觉就像是穿越到了90年代，或者说是更早的时间。这个天气啊，依然是酷暑难熬。我估计室外的天气应该是在38度以上了。我现在正在前往我们今天要去寻找的那个地方。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跟大家说到的，这个地方现在已经在地图上啊消失不见了。因为如果你从这个导航地图的话，是没法搜到的。不过如果在民国时期的话，那我估计应该是有吧。不过这个并不重要，因为我们现在正顶着烈日啊，继续再往前走。你看对面远处的那个江边啊，那些建筑现在已经开发得比较成熟了。而在过去啊，想要到达江对面的话，那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，因为必须要轮渡。那个时候大家把这个称作为过河船吧。不管是人和车啊，想要通过这里的话，就必须要通过那个过河船啊运过去吧。风景是不是还蛮不错的？你看这周围依旧保留着啊这个老重庆过去的一些面貌，石板梯、爬坡上坎、青砖瓦房，还有一些那种上世纪的建筑吧。在周围我估计啊，应该都是以前工厂的职工房和一些家属区吧。房屋比较的密集，周围这些都写上了是危房。看上去是不是很有特色？你看，从这里啊。就可以看到对面的大剧院了，是不是风景还蛮不错的？因为这里啊，它是山地城市，所以就是在这个民家里面啊穿来穿去。在民国初期的时候啊，重庆这里呢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富豪，好像是叫黄锡之吧。当时呢，他正好赶上了这个中日的甲午海战，在那场战役当中呢，这个清政府啊是输掉了那一次的战争，然后后来重庆啊就被迫呢开放了这个港口。港口一开放以后，这个贸易就开通了。当时黄老板呢也正好赶上了这一个时间节点，所以就是靠那个卖盐啊
发家致富了。那应该很有钱呢。对，可以说是非常有钱吧，因为他当时开设了很多的工厂啊、煤矿厂啊，还有自己的钱庄。后来他发现啊，这里靠山面江，因为对面的风景特别好嘛，所以就在这里啊修建了自己的私人的别墅和一些建筑群吧。而他的那个私人的豪宅呢，应该就在前面不远处了。让我们去看一下。这里啊，原本叫做磨刀岭，后来呢，这个黄老板啊，把这个区域修建了以后呢，就把它命名为黄家巷，然后还在这里啊修建了自己的别墅，并且把它命名为黄羲之别墅。好像后来呢，这个著名的导演啊，冯小刚也在这一个区域取过景。不过现在你看周围的这些建筑啊，全部都是一些荒废的烂房子了，里面已经长满了杂草，看上去啊，还是挺有那种年代感的。应该是那部《忠犬八公》的电影吧？忠犬八公，对，他拍的那个忠犬八公，应该就在这个区域啊取过景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？你看，我好像发现他的别墅了。其实看上去啊，并不是很起眼，因为它现在就修建在这种民家的里面吧，而且周围的这些民家啊，也大多都已经是废弃的。从外观来看啊，这是一栋2层高的青瓦黄墙的小洋楼吧，外观看上去已经是惨不忍睹。但是我发现，在周围那些地方呢，有很多的脚手架，这里还拉上了铁皮，不知道是不是在翻新，或者说在维护呢？据说这个黄老板呢，虽然他家财万贯，但是呢，却非常喜欢自己的这个别墅，因为他大多的工作啊、休息还有生活的时间呢，都在自己的府邸里面啊就完成了。而且他平时啊还特别喜欢买很多的奢侈品，像什么皮衣之类的。一到了夏天以后呢，就会把这些皮衣啊摊成一排，在他的府邸里面，然后晒一晒太阳，因为这里比较的潮湿嘛。你看，看着远处的江边的风景啊，然后欣赏着自己的那些奢侈品的皮衣，是不是还蛮惬意的呢？好像说他还是一个爱国人士吧？对，没错。虽然这个黄老板很有钱，而且他也很喜欢买奢侈品，但他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爱国人士。因为在那个国难当头的时候吧，他买了很多的棉衣啊，捐献给前线的那些战士吧。当时的政府啊，还给他颁发了一个见义勇为的匾额吧。那说了这么一大堆啊，现在我们还得想办法看能否进到这个别墅里面去探索一下呢。走。这里拉上了铁皮，应该是才拉不久的。这房子啊，爬满了植被，嘿。哦，这里可以看到它的2楼了。你看，这它以前的这个屋顶，全部都已经坍塌了。哦，你看这底下，这里我估计应该以前是一个过道吧。房子这是准备把它拆了，还是准备重建呢？你这屋梁，这屋顶都快没了，你看上面的还有。底下这里已经没了。
这里面因为要翻入进来，所以我就自己单独行动了。你看，这些建筑材料啊，应该就是从当时的这个别墅上面拆除下来的。你看门板，还有一些窗户的，全部都被拆掉以后，就放在这里了。这果然是一栋2层的建筑。你看，这还有2楼。我们先去1层看一下。这门窗都已经没了，里面放了很多塑料袋，不知道是不是那些施工材料，还是说曾经房子里面的那些物品呢？上面木质的建筑，还是个小隔间。这边好像是一个洗手间，全部都已经掉落完了。这门板也被拆下来了。哇，什么东西？刚才那个小隔间。看来是才拆啊，不久，都还没有来得及完全的清理。哦，你看从窗户这里啊，就可以看到小司，他在那个地方帮我们站岗。这面是厨房。这厨房空间好像还蛮高的，这窗户和这个门啊都是绿色和蓝色的。洗手池是一个长方形的，看这外面，底下就是这样。这个中庭啊，现在已经是惨不忍睹，这砖块全部都被推掉了。这不知道是要重建，还是说要把它拆掉呢？走，去2楼看一下。这楼梯还蛮窄的。哇，上面好像有点错综复杂啊。这房间其实空间并不是很大，就是10几个平方米吧。大概是1940年代左右吧。这个黄老板啊，应该就是在这里啊，结束了他自己这传奇的一生吧。
后来他的这个家人呢，是继承了他的这个家业吧，后来是开设了一个强华实业有限公司，还有川江轮渡公司吧。现在好像依旧还可以看到，上面的房间啊，都不是特别的大。在过去，从这里啊就可以看到外面江边的美景吧，现在已经被这些黄角树啊全部都遮挡住了。那说回我们前面说到的，为何这里啊会被称作为中国的好莱坞呢？那便是因为啊，在上世纪，那还在那个抗战时期的时候啊，当时这个中央电影制片厂呢，就曾经来到这里啊，找这个黄老板呢，租了一些房子和厂房吧，然后就在这里啊，完成过许多的电影，像什么《长空万里》啊，《中华儿女》啊，还有《青年中国》等等很多电影，所以也让很多的电影公司啊，也就聚焦到了这里。哦，那边还有一个阶梯。哇，上面挺漂亮的。嗯，这是一个围栏。在它里面呢，怎么样？是不是非常的漂亮？居高临下啊，在过去不仅可以欣赏江边，而现在啊，还可以看到对面的大剧院啊，欣赏那些漂亮的打卡景点吧。不过回想一下，世事变迁，曾经的那些荣华富贵，或者说曾经的辉煌啊，而在现在看来呢，就已经变成了残缺不全的一些历史古迹吧。所以一切啊，就像是昙花一现，那些穷富名利又能怎样呢？所以啊，珍惜当下吧。好吧，那这里啊，也就是这样了。那我是阿生，我现在呢，在这一个古老的别墅。那我的旅行啊，又将继续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这里还没有路哦。这里好像还有一个水井，已经变成一个臭水沟了。我得想办法找路上去啊，从那边走。我们还是原路返回吧。再看看这个别墅。